中美首脑会晤取得了一个小小的成果，但也只是画出了一个圈。这种阶段性成果之后，更要看圈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今天上午呢，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了一次比较漫长的视频会议，超过了3个小时嘛。跟预期的一样，这样一次性的会晤呢，倒不会达成多少实质性的成果。不过，整个过程和事后双方的反应所体现出的那种氛围，也算是达成了各方能够想到的最好结果。会晤前，白宫就曾经表示过，对这次会谈期望值不高。而中国外交部也表示，中美关系到了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这个表述啊，也说明在中国看来，如果中美关系不是走向缓和，就有可能走向更加剧烈的碰撞，最后如果控制不好的话，有可能是崩溃滑坡。而现在呢，这个十字路口也表明处在一个非常凶险的位置了。而会晤之后，从中国和美国主要媒体的报道来看，各种报道基本都有部分的正面评价。比如美国的《纽约时报》直接说，两位领导人是在友好氛围下开启对话，并且认为中国领导人明显释放了缓和的气氛。双方呢虽然分歧严重，但是一些表态可以让人们相信中美的对立可能不会超过一个很危险的限度。对此呢，拜登的说法是要给双方关系设立一个防护栏，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变成冲突。这就和中国一贯坚持的不冲突、不对抗、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概念上基本一致。双方都谈到了在国际社会要承担自己的责任，甚至拜登还引用了中国领导人说的话，说中美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砸。话说到了这个程度，基本上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就是分歧虽然不少，但是要画个圈，把较量限制在一个圈的范围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成功的管控中美冲突，不至于导致这个热战，其实对全世界都有好处。所以呢，中国外交部对这次会晤的评价是富有成效的，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即使是画好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本身是否结实还是另一个问题。一个明显现象是，虽然中国外交部对这次会晤给予了比较正面的评价，但是美国方面反而认为拜登没有达成想要的成果。白宫发言人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记者问这次会谈是不是实现了拜登说的为中美关系建立一个围栏，白宫发言人果断说这次没做到。说明虽然双方都有管控风险的意愿，但是在很多重大问题，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双方的差异还是不小的。而且即使经过以后的继续会晤，有一天能够形成一个机制，确保中美之间不会发生热战，但是在很多问题上较量都必须有个宣泄出口。既然不能够玩出圈，那么圈子范围内的斗争就必然会变得更加频繁和激烈。尤其要注意到，这次会谈中，台湾问题是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因素。虽然我们公开报道中说到了美国宣布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在美国媒体报道中，美国政府也在强调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说法是写在美国法律里的，不管是拜登还是布林肯，谁上任都必须坚持这个说法，除非美国国会把这个法律废除掉。所以这方面的斗争一定是长期的。那么既然中央已经反复强调了中美关系只能搞好，那么我们就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怎么发展呢？确实是可以合作，类似在气候问题上的配合，但是原则问题上，我们说的搞好关系绝不代表着随便的让步。合作的前提是美国要把自己摆在一个理性的位置上。如果美国人不能靠自己的本事看清中国，那么我们也可以站在实力的地位，帮美国人看清，帮他们实现中美关系走向良性。所以毛主席老人家曾经说过，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这个硬道理绝对是颠扑不破。好，关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电视会晤体现了什么，还有哪些风险，今天呢我们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